为什么你们炒出来的丝瓜总是发黑出水，而且还不够翠绿呢？其实你和大厨只差这一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鹏，欢迎大家来到天天相见厨房。丝瓜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又非常普通的一款食材。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又好吃的家常菜——清炒丝瓜。这样炒出来的丝瓜外皮翠绿爽口，而且不发黑不出水。关键的是清淡不油腻，简单还易学。好了，接下来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2根新鲜的丝瓜，我今天用的是带棱角的丝瓜。我们在选购的过程中怎样去挑选丝瓜呢？我们可以用手捏一下丝瓜的尾部，如果感觉到丝瓜略微的有点硬，带一点点的 Q 弹，那丝瓜是可以的。如果按下去比较硬，而且还没有弹性的话，那么就代表丝瓜里面长出丝瓜籽了，这就说明这条丝瓜已经是长老了。将丝瓜买回来后，我们先用刮皮刀将丝瓜的棱角刮除干净。我们在削皮的过程中，只需要把棱角削掉就可以了，保留些许的丝瓜皮，这样吃起来的口感还会更加的好吃哦。吃起来丝瓜皮的口感也会比较爽脆一点。如果将丝瓜皮全部去掉的话，那么吃起来的口感就软绵绵的了，一点都不好吃。最后我们将丝瓜削成视频中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把丝瓜的棱角去掉以后，接着我们再用流动的自来水将丝瓜清洗一下，用手给它不停的搓洗，把丝瓜上面的一些杂质脏东西清理下来。我们将丝瓜清洗干净以后，接着给它控水捞出来，然后放在案板上，将它的头尾切下来去掉不要。接着我们再把它从中间对半切开，1分为2，然后再2分为4。再把里面的瓜瓤稍微的去掉一点点不要。接下来我们再将丝瓜改刀切成大概4公分左右的长段，将丝瓜全部的处理好之后，我们先给它装起来备用。接着我们再准备1小根胡萝卜，把它去皮以后，再将它改刀切成菱形块，最后再将它改刀切成菱形片，它的厚度大概比硬币再厚上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切好之后，我们先给它装起来备用。再准备几个去了皮的大蒜子，我们先给它用刀给它轻轻的拍一下，将它拍裂，最后再把大蒜改刀切成蒜末。大蒜子我们可以稍微的多准备2个，这样吃起来它的蒜香味会更加的浓郁一点。将蒜末切好后，先用小碗给它装起来。下面我们先来提前的调制个料汁，准备个小碗，往里面添加适量的食盐，再添加一点点的白糖，还有鸡精少许，最后再往里面添加半勺玉米淀粉，还有1勺清水，然后用小勺子给它搅拌一下，将它搅拌均匀，让所有的调味料充分的化开。把它搅拌均匀之后，我们先给它放开一旁备用。接下来锅中烧水，往里面添加适量的食盐，增加底味，再往里面添加少许的食用油。添加少许的油下去，可以让焯水出来的蔬菜颜色更加的翠绿，不容易发黄变色。我们用勺子给它轻轻的搅动一下，让里面的食盐充分的化开。等到锅中的水完全的烧开以后，接着我们再把丝瓜给它放进来焯水一下。在这里需要注意，一定要等到水完全烧开以后再把丝瓜放进来，这样可以大大缩短焯水的时间。丝瓜焯水的时间不用太久，以免造成过熟，大概焯水1分钟就可以了。1分钟过后，再立刻的用漏勺将它控水捞出来。
接着我们重新起锅，往锅里面添加少许的油，油热之后，将切好的蒜末放进锅中，用小火给它翻炒一下，先把蒜末翻炒出它的蒜香味。炒出香味以后，再把焯过水的丝瓜重新的回锅，然后再把胡萝卜片也放进来，然后再立刻的开大火，将它翻炒1分钟，将胡萝卜片翻炒至成熟。在这里一定要开大火去翻炒，因为丝瓜它是焯过水的，它的含水量比较大，开大火去进行翻炒，可以避免丝瓜出水而造成水汪汪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看到这里了，拍摄不易，如果觉得我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那么就麻烦您对着屏幕帮忙点赞呗，您的每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，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感谢大家。在这里丝瓜也不用翻炒太久，因为丝瓜是本身的焯过水了，翻炒太久的话会造成丝瓜过熟。翻炒几下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开始调味，把提前调好的料汁倒进来，然后再用锅铲给它快速的翻炒几下，将它翻炒均匀，让食材都可以均匀的裹上一层料汁的味道。把料汁翻炒均匀之后，接着我们再往里面添加少许的明油，最后再把它简单的翻炒几下，将它翻炒均匀，就差不多可以出锅啦。就这样一道非常简单又好吃的清炒丝瓜就已经制作完成了。这颜色绿油油的，看着就特别的好吃，有食欲。最后关火，将它出锅装盘，然后就可以美美的开吃啦。一道简单好吃又家常的清炒丝瓜就这样做好了。这样炒出来的丝瓜口感非常的鲜嫩，而且它的外皮稍微的带一点爽脆的口感，吃着特别的好吃。主要是这样做清淡又不油腻，吃着也特别的健康。最主要的是它的做法也是非常简单的，相信你们看过之后都已经学会了。如果您也喜欢的话，可以收藏起来哦，改天也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并转发哦，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家常美食。这期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